眼前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神父，你敢信他竟然是一个渴望鲜血的吸血鬼，而他成为怪物的起因竟然是为了拯救世人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待期的时候刷到这部颠覆三观的韩国猛片《蝙蝠》。故事开始于一座偏远的医院，我们的男主神父泰久正在这里做义工。泰久这人善良的有点过分，浑身散发着圣母光环，总想着牺牲自己普度众生。这天他在老神父口中得知，一种名为伊曼纽尔的致命病毒正在全球肆虐，江湖人称巴兹拉诅咒。这病毒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旦感染初期，四肢、嘴唇、眼皮和鼻腔内会长出水泡，然后迅速扩散到全身，水泡会越长越大，直到爆开。如果病变发生在肌肉里，就会形成巨大的溃疡，最终患者会因内脏大出血，一边疯狂咳血，一边嗝屁，而且无药可救。更诡异的是，这病毒像长了眼睛一样，专门感染白人和亚洲人，尤其是单身男传教士，对非洲本地人却秋毫无犯。面对这种诡异的病毒，一个医疗机构决定开发疫苗，但缺个不怕死的去当小白鼠。泰久一听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机会吗？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报名参加了这场九死无生的人体实验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次所谓的实验将彻底改写他的命运。刚来到实验基地的时候，宿舍里住满了志愿者。签完生死状以后，泰久就被送进了实验室。实验过程简单粗暴，医生先给泰久注射他们研发的疫苗，然后再注入活性病毒，观察疫苗是否有效。可结果显而易见，疫苗屁用没有。住在这里的10几个志愿者很快就剩下了泰久一个人。泰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病毒在他体内瞬间炸开，他浑身长满恐怖的水泡，开始疯狂吐血，生命体征迅速消失。医务人员麻木地将他放到手术台上，例行公事般的抢救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定了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一袋神秘的血液被输进了他的体内，没过多久，泰久身上的水泡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。他不仅满血复活身体，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他回国后，英勇事迹被传开，信徒们纷纷将他奉为神明。可是泰久却没有当回事，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，并且跟往常一样做着善事。可回家后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惊人的变化，听力变得异常敏锐，就连野外的猫叫和路上公交车里乘客的低语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再一扭头，他的眼睛变得跟显微镜一样，居然看到了身上的螨虫。泰久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变化跟疫苗实验有关。次日，他来到孤儿院做慰问演出，一个大妈来请求泰久为自己身患绝症的儿子祈祷。可泰久觉得这只是他的心理作用，但见对方这么虔诚，他还是来到了医院。来到医院才发现，大妈的儿子居然是自己儿时的玩伴强宇。可泰久的注意力却一直放在旁边的女孩身上。次日，泰久来到强宇家中做客，从大妈口中得知，女孩叫美珍，是强宇的童养媳。强宇的朋友得知泰久来做客，纷纷来拜访，而强宇这个傻子却当众羞辱自己的妻子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泰久已经喜欢上了美珍。晚上，美珍趁强宇睡着，不停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次日一早，泰久被阳光灼伤，他立刻躲进柜子，一直到太阳下山才敢出来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惧怕阳光，本来消退的水痘也长了出来，他只好把自己包成木乃伊来替出车祸的信徒祈祷。可当他见到伤者的鲜血时，却忍不住浅尝一口，这下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折返了回来，只见他来到一个植物人病床下，开始品尝他那蛋白质是牛肉5倍的血液。为了不依次将胖子吸干，他急忙停手，又把输液管安了回去。紧接着奇迹发生了，他脸上的水痘居然消失，皮肤变得光泽。紧接着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。没错，此时的泰久可以确定自己成了吸血鬼。作为一个神父，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。与此同时，美珍光着脚丫正在马路上发泄着对生活的不满，恰好遇到了实验完成的泰久。他转身就要逃跑，结果被泰久一把拎起，然后泰久把自己的皮鞋给他穿上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仿佛生活中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。晚上回家以后，泰久就把自己变成吸血鬼的事情告诉了抚养他的老神父，而老神父并没有责怪他，而是用自己的血来养育他，只希望他不要伤害其他人。次日，泰久再次来到强宇家做客。此时的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和美珍偷偷幽会。可就在关键时刻，大妈开始不耐烦地呼唤美珍，两人只好草草结束。泰久立刻从窗外跳进厕所，假装刚从厕所出来。次日，美珍跟婆婆提出自己想到医院做义工贴补家用，婆婆一听有利可图，欣然答应。可美珍并不是想真的做义工，而是完成上次幽会没有完成的事情。事情结束后，泰久也没有隐瞒，把自己是吸血鬼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美珍大惊失色，急忙逃走。可是泰久并不想失去这段突如其来的地下恋情，于是他倒挂在厕所外等待，趁着美珍上厕所的时候冲进来表白。他表示吸血鬼和神父只是他的职业而已，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。说罢就要强行带着美珍离开。可就在此时，外面又传来了大妈的喊声，泰久只好灰溜溜地离开。美珍立刻爬到窗户上查看，在见到泰久超人般的能力后，她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
次日，她在店里将婆婆熬走，然后给泰久打去电话，询问怎么才能变成吸血鬼。泰久知道这是他和美珍保持关系的唯一方法，于是两人又开始幽会。这次他毫不吝啬地展示吸血鬼的能力，带着美珍在夜空中飞翔。可美好的时光非常短暂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美珍只能早点回家。泰久回到教堂请教老神父，老神父告诉他，只能喝了吸血鬼的血液才能变成吸血鬼，并请求泰久给他一些血液来治疗自己的眼疾。泰久不想世界上出现第二个吸血鬼，果断拒绝。从此泰久好像放下了身为神父的包袱，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与美珍幽会。可纸始终包不住火，强宇脑子再不灵光，也知道美珍经常偷跑出去。终于，这天恶毒的婆婆在她卧室门上装了锁，美珍尝试多次后也没能把门打开，于是她心一横，用剪刀刺向自己的大腿，造成被家暴的假象。有所感应的泰久来到现场，就想撕碎强宇，可被美珍阻止，因为她有更好的方法。这天晚上，泰久邀请夫妻二人一起到湖里夜钓，不知死活的强宇还在那里欺负美珍，忍无可忍的泰久直接将她扑入湖中。眼看强宇断气，两人直接将友谊的小船打翻，造成出现意外的场景。接到报警后，救援队迅速赶来，美珍和泰久被救上岸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强宇的尸体。同时美珍心情大好，终于摆脱了笼中雀的命运，而她一转身却看到强宇的鬼魂在对自己笑。另一边，大妈由于失去儿子，悲伤过度，当场中风晕了过去。等把她送到医院时，已经变成了植物人。从此泰久和美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，直接在强宇家中约会。可是强宇的鬼魂时不时的出现，影响两人。从此开始，美珍变得浑浑噩噩。这天是美珍的生日，泰久特意买来蛋糕庆祝，美珍非常开心，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过生日。两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婆婆面前秀恩爱，变成植物人的婆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就在此时，强宇的鬼魂再次出现，美珍被吓得精神错乱，直接就把他们害死。强宇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强宇直接扑向泰久，可鬼魂怎么能打得过吸血鬼，直接被撕碎。已经杀疯了的泰久居然错手将美珍一起杀死，可很快他就后悔了，直接就用自己的血液将美珍复活。被复活后的美珍简直就像大变活人一样，脚底板的老茧迅速消退，就连身上的伤疤也纷纷消失。看着镜子里完美无瑕的自己，美珍的目的终于达成了。泰久以为这是对美珍的救赎，却没料到自己亲手释放了一个真正的恶魔。晚上美珍居然开始狩猎活人，她假装被司机撞飞，然后趁司机过来查看的时候将司机打晕，最后把昏迷的司机带到树林里饱餐一顿。此时她从一个受尽欺凌的可怜人妻摇身一变成了冷血无情的女魔头。看着眼前这个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怪物，泰久彻底崩溃了。他试图用神父的身份去感化她，劝她不要滥杀无辜，可美珍只是轻蔑地嘲笑他。一个吸血鬼有什么资格谈论道德和救赎？泰久只好让他知道初代吸血鬼和二代的差距。他将美珍绑回家后，就让美珍喝从医院拿来的血浆，结果美珍根本喝不进去。无奈之下，泰久只好把医生请回家，而那个医生并不是来治病的，而是成了美珍的口粮。听着医生的惨叫声，泰久心里十分自责。可就在此时，强宇的亲戚居然来串门，两人赶紧将尸体收拾好招待客人。可就在他们谈笑风生的时候，美珍的婆婆居然用意志力在椅子上刻出了求救信息。那没有办法了，美珍只好大开杀戒。只见她十分淡定地将门窗锁好，然后将亲戚们吊起来吸血。终于泰久意识到，她和美珍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。她本想扮演上帝拯救这个可怜的女人，结果却创造出了一个比所有苦难都更可怕的魔鬼。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两人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于是他假装吸了表姐的血，让她装死，然后告诉美珍要带她去其他地方重新生活。等他们走远以后，表姐才从地上爬起来报警。另一边，等美珍从美梦中醒来后，才发现了不对劲，泰久已经把车钥匙丢进了大海，太阳马上就要升起，而方圆百里根本没有遮阳的地方。美珍还想着把泰久推进后备箱躲避阳光，可泰久直接一脚将后箱盖踢飞。美珍也看出了泰久的决心，于是便不再挣扎。她换上了那天泰久给她穿的那双皮鞋。美珍深情地望着眼前的男人，是他给了自己新生和希望，可自己的贪心毁了这一切。但美珍并没有后悔，因为她挣脱了生活的束缚，便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两人一起化作了灰烬。泰久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，也终结了由他一手造成的悲剧。他没能成为救世主，也没能成为合格的爱人，最终他只能与自己创造的魔鬼一同堕入地狱。到这里，影片结束。本片是朴赞郁2009年拍摄的暗黑哥特力作，斩获戛纳评审团奖。影片以吸血鬼为外壳，深度解构信仰、欲望与罪罚。虔诚神父现身实验后，沦为嗜血异类，在神性与本能间痛苦撕裂，又与压抑的有夫之妇坠入禁忌爱恋，良知被欲望彻底吞噬。
影片延续导演标志性的暴力美学，血腥与情欲直白交织，冷峻镜头直指人性深渊。它并非传统恐怖故事，而是借超自然设定剖开信仰崩塌、欲望失控的悲剧。宋康昊与金玉彬精准诠释角色挣扎，将宗教困境与人性沉沦拍得极具冲击力，是韩式暗黑电影中极具思辨性的经典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